今天我们画一幅秋天的秋山红叶的图案啊，这是上一次画的一个秋景。我们现在再画一幅关于秋天的红叶的小品。我们用到的毛笔啊，还是这个中楷，2支中楷，1支小楷，勾线的啊，还是这3种毛笔。还要准备一个这个吸水的啊湿笔纸。我们要把毛笔稍微的湿一下啊，稍微湿一下。我们用的时候啊，毛笔用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毛笔湿透。大家看一下这个湿笔纸的这个用处啊，就我们把毛笔湿透了以后，稍微的啊，在湿笔上，吸一下水分，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然后我们再蘸清水调墨。这里边有重墨，调一点，稍微调点重一点的墨。大家看一下啊，调完了以后啊，我们在这个湿笔纸上啊，稍微的试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湿笔的作用就是啊，一个是吸我们那个毛笔里边多余的水分，我们要把它多余的水分吸出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水分。调好，我们稍微的再试一下。这个湿笔纸啊，一看这个水分，不往外那个水分不往外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就是这个毛笔的这个墨色，就是不干不湿的，是正好的啊。还是先我们这一组小品啊，是以红树瀑布为主的。我们先要前面的山石，还是以左下角开始。山石，我们用笔的时候啊，也是中锋勾出山石的结构，侧锋皴擦。这边稍微往上挪一点啊。侧锋皴擦山石。前面的墨啊稍微重一点，我们挑的稍微重一点。这就是左下角离我们近的第一块石头，稍微墨色让它重一点。
然后调墨，调好墨的时候啊，我们调好了，感觉不出这个水分大小，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笔纸啊，我们稍微的试一下。我们准备一块就是用废的生宣也好，或者用个餐巾纸也好，它比较吸水的这样的纸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上面去试才有效果。这个咱们刚看的方案的同学都别这个东西很需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画出来它的浓淡变化合适不合适，它的水分多少合适不合适，我们要去试一试啊，在上面一蘸，确定了这个颜色的深浅合适了，咱们再到纸上去画啊。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啊，也是中锋用笔。我们讲到这个鹿角枝，这就是我们画枯树的时候啊，就是用的这个鹿角枝。要勾出这个，因为这是要点那个红色的叶子。你看大家看鹿角枝嘛，咱们顾名思义，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梅花鹿啊，它的那个犄角一样啊。出枝的时候注意一下，然后要保持它这个疏密变化、大小变化。这是一组，然后我们画右边的树。我们这要处理一棵。我们用笔的时候啊，都是中锋。哎，先画左边的这一部分，然后再由上而下，我们再画右边的这一部分。用笔啊，稍微的，就是用水啊，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如果觉得啊，这个笔尖的部分要是水分要是说太湿的话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笔纸稍微的，稍微的把水吸一部分。这样就控制了这个水就是我们需要的。可以在这个树干的部分稍微的擦一下，增加这个树干的质感。可以加一些小的枝，丰富一下。前面呢可以把它处理这种点叶的树啊，可以点叶的。我们现在用的这是大混点。
啊，就是所谓的，大家看一下啊，我点了，我这个调好目，稍微的，哎，这种点子。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啊，水分稍微要多一点啊，比那个树干画树干的水分稍微多一点，让它墨色有个变化啊，稍微有个变化。上面墨是重的，越往那个树下面的部分墨要淡下来。因为我们出的这个左边的树枝，它是在树后边，它处理到树后边，所以的墨呀要特别淡。这个是重的，上面这个墨是重的，后边的墨是淡的，这样的给人感觉这个关系就是说，这是最重的，是离我们近的。我们常讲嘛，树分四枝，其实就是分4个朝向，我们要画出来它的不同方位。所以离我们近一些的颜色，我们用重色表示；离我们远一点的，它的树的阴面啊，我们就用淡色来表示。你看，现在老师用浓墨和淡墨来点这些树叶，我们这个树呢，它看上去就丰满了，对不对？前面我们是点叶的，我们要后边画一颗夹叶的，穿插一下，夹叶的，也是自上而下，哎，自上而下的，先画左边的，然后画右边的，自上而下，由左及右。我们画夹叶的时候，可以这个小的枝啊，可以简练一些。我们先长小的枝叶，像小的枝条。我们要闪出叶子的位置，像那有的部分呀，我们要闪出叶子的部分。我
我们要留出来，就在画的以前，我们把它留出来。也要把这个树干的部分稍微的擦一下，用干笔啊，干笔淡墨，稍微擦它一下，把这个树的质感画出来。我们可以画这个夹叶树，分的好多种，什么圆的、三角的、介字的、各字的都有。我们今天画这个圆叶，圆的叶子，就我们画圆圈一样啊。也是啊，这墨色也是有这个变化的啊，也是在墨上有浓淡的变化。我们就是这个，就和我们平常画圈一样啊，一圈一圈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这个画圆，画成这个外形画成圆的啊，要有这个突出的，有凹进去的，参差不齐的这种感觉要画出来。因为这是前后的，这个我们点叶树是在这个树前面，是在这个前面，这夹叶树是在后边。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前面的缝隙，能看到后边夹叶的叶子。给人感觉能透过去啊。这个点叶树，这个夹叶树的时候，我们勾这个圆叶子的时候，也要有大有小，不要画的那么平均啊。我们也要有大的有小的，有个变化，这样出来了，画出来的叶子啊不容易呆板。这这是两颗，一颗是点叶的，这夹叶的。完了，我们可以在那个这个叶子空的部分，稍微的加一点小的枝条，完善一下。这就是点叶树和夹叶树。我们可以在后边的部分再补充一颗树枝，就是这是一种点叶的小枯枝。因为我们画的是秋天，所以叶子不是太多。可以在这个两棵树的后边加一棵这个点叶的树。这我们可以在上面点红点，
因为这个主要主树干是被挡住的，我们可以在下面稍微的，哎，感觉啊，这个树长在这个什么位置，我们要稍微的露出一点树干来。可以加一些小的枝条。然后我们可以画下面的这个右边的石头啊，右边的。画山石的时候啊，大家看一下用笔啊，一定要大胆，要放开画，也是中锋，中锋勾出结构线，然后我们用侧锋，哎，皴山石。我们凑出山石来，山石的结构。因为我们前面这是留的水口，我们要注意这个流水流的位置啊。中锋勾山石结构，我们再皴。看皴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用的侧锋。把山石那种就干裂、苍老的感觉要画出来。我们水流的位置啊，我们要用山石把它衬托出来，就是说有黑的山石把白水把它衬出来。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啊，画山石的时候啊，用墨稍微的重一点。这是流的这个白的位置啊，这就是我们水口的位置。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啊，真好看。对，老师今天要创作的是一幅秋山红叶的一个这样的场景。今天主要给大家来讲的就是一个是瀑布，一个是小溪的这个形成的一个绘画技法。我们画这样的树啊，一定要用后边就后面要有石头去衬托，或者是别的树去衬托。我们要把这一组树的后边啊，我们要画上一块山石，把它拖出来。
我们留水口的时候啊，不要留成直的水口啊，有感觉就是蜿蜒崎岖的、错落有致的这个水口。我们要把这个树后边出了一组石头，把这个前面的这一组树我们可以这个边勾边皴啊。老师用侧锋的时候就是在皴，是不是？对。勾的时候呢，我们用中锋多一些啊。我们勾树的时候啊，勾树和勾山石的结构的时候啊，用侧锋用的比较多。但是要皴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皴山石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侧锋。侧锋它这个北锋啊多变，皴出的山石结构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这个变化比较丰富的啊，我们的侧锋。我们用这个中锋，中锋的这个线条啊比较圆润，有力度。侧锋的这个北锋呢是变化，表现山石这个结构啊比较好处理。我们让水这个上面是小瀑布流下来，然后下边是转着的水口。我们可以把那个树的后边啊稍微的处理的给它暗一点，前面的树呢就会特别明显。我们这个水口啊，有左右，就是让它婉转的去流。我们可以用干笔稍微的把山石稍微的擦一下，稍微擦一下。稍微擦一下。这个画这个山石的时候啊，我们大家注意一下，画山石的话，用笔啊稍微的干一点，不要太湿，因为我们画的是这山石，这个要感觉把它这个山石坚硬的感觉画出来。我们如果太湿的话啊，
这个让人感觉这个山石就有些太肉。稍微的让那山石感觉特别硬那种感觉。我们可以把这个树下面呢，我们可以处理一下，因为太空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小的树、小的灌木，可以加一点小的灌木啊、小草之类的代表，也可以加一些小的灌木在树下边。可以在这个树的后面，可以再加一些小的山石，再加一些小的山石。对对对，我们用的是生宣，这是一种生宣卡纸。像我们画这个山石的时候，用笔啊，一定要干一点，稍微的松一点。看前面的这一组，这两组的石头，我们可以就处理成这样了啊。我们可以现在画这个树后面的这个山石，看怎么样处理啊。我们因为是这一部分上面部分要出的那个一组小的瀑布。这是近景的，这是我们要画中景的啊，中景的。大家看一下啊，调墨啊，我现在这个毛笔是清水调，大家看一下啊，毛笔现在是清水，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湿笔纸啊，看一下啊，现在这个是清水。毛笔上那个一点墨都没有啊，然后是清水，大家看一下啊，我调一下，这是淡墨，稍微的调了一下淡墨啊，调下淡墨，也是在那个北尖的部分啊，用北尖的部分，然后呢，再一点点的重墨，在这个北尖的部分啊，调了一点点的重墨。大家看这个，
我用这个湿笔纸啊，看一下这个调出的墨是什么样子啊？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说北尖的部分是墨最重的，是墨重的啊，然后中间是稍微淡一点的，到北根那个笔根的部分啊，几乎就是清水了，就是它墨色变化是就是从重到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的，是这样的变化啊。我们画的时候啊，我们的墨也是用这个，是按这样去变化的啊。看一下啊，我还是这样调的，然后重墨在笔尖的部分有一点点的重墨。我们在这个湿笔纸上稍微的试一下，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啊，这个墨就自然的有浓淡的变化。我们要画中景的这个山石啊，中锋要有转折的变化啊，这个线条要有转折的变化，提摁转折，墨的浓淡干湿。然后侧锋，侧锋皴擦，我们画山水是这个由上而下这样去画的啊，这个水分越来越少，墨是越来越淡，我们画到这个山脚的部分啊，它就自然的这个墨就淡下来了，也就虚下来了，就是说虚实的对比就出来了。看，来看一下这个山石的变化啊，线条的这是转折、轻重出来了，墨呢重的部分、淡的部分也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毛笔的这个墨越来越淡，然后这个毛笔越来越干，到这个山下边虚的部分就自然出来了，就是我们上边是实的，下边是虚的，虚实的对比也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调，还是清水，调淡墨，然后一点点的重墨，然后我们来用湿笔纸试一下，把多余的水分，我们吸走它，对吧？把它吸走了，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墨的感觉。我们可以用破笔处理这一部分。可以稍微的淡一点，墨稍微淡一点。它这样呢出来的就是我们处理云的，可以把这一部分处理成云，因为云呢都是虚的啊，所以说我们用墨也要干一点。
直播没有回复啊，老师有课程，在小黄车的1号课，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刚上线，时间不长，活动一下啊，朋友们。小黄车的1号课啊，直播的时候拍课是99。稍微的啊，稍微的要一点淡墨，把下巴虚下来啊。我们看山石，哎，山脚的部分啊，我们因为是要有就是水汽的部分啊，好，水汽的部分啊，我们要淡淡的墨，哎，稍微把它虚下来，这样虚下来。开始啊，一点点的墨调好，再用这湿笔纸把多余的水分，哎，轻轻的，我们吸走它，哎，稍微试一下，它就是水分不是特别阴的啊，墨不是特别阴，也不是特别干，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啊，需要的这种墨色啊。我们可以用侧锋，用侧锋皴出这个远山的这个感觉啊。因为我那个看我们那个北根的部分啊是淡墨，我们把这个毛笔啊放倒，哎，让它侧锋，自然的上面呢就是稍微重一点的墨，下面呢就是稍微淡一点的墨，我们就蹭就可以了。可以用这个最淡的墨啊，特别淡的墨，我们可以稍微虚一下下边的云。可以把这个山脚的部分，我们也稍微的画一下，不要太重啊。我们如果这个感觉这个墨呀调不好，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个湿笔纸呢？就是因为这个啊，我们感觉这个墨不知道这个浓淡，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笔纸稍微的感觉一下，哎，觉得重了呢，我们就加一点水，稍微加一点水，再调一下，哎，一看这样的比现在的墨要淡了，就是我们需要的这种墨色，我们就在这个往那个画面去画，可以画这个山脚的部分，山脚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是水口要流过来，我们要注意这个流出水口的这个走向啊。水口的走向，不要齐，下边画的时候不要齐，要这有错落有致的啊，错落有致。可以把山头的部分稍微的点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对比稍微的更强烈一点。
我们可以画这个一点小的瀑布。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画一个小的瀑布，远处的小瀑布。我们要小的瀑布，这好，也不要太重啊，稍微的啊，还是把那个毛笔啊，我们要洗干净，然后呢，稍微的调一点淡墨，看着啊，还是在那个北尖的部分啊，稍微调一点淡墨，然后这水分有点多，我们可以用这个湿笔纸稍微的把水分吸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画瀑布。画瀑布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稍微的水分稍微的多一点，稍微多一点，一下下来啊，一下下来，然后呢，可以用淡墨稍微的染一下。稍微染一下，让那个下面呢是虚的啊。因为是远处的这个瀑布啊，所以这个结构啊不用那个交代的那么清楚。我们可以直接用淡一点的墨把它画出来，也是用侧锋啊，侧锋上实下虚，擦出它这个瀑布的两边的山石，不用皴，也不用这个不用说我再画几个结构吧，不用，因为它是远处的。看它上面是实的，下边是虚的，让它虚下来就可以。这些远处的瀑布，这水口，还要交代一下这个水口这个，也不要是直的啊，我们里边也有好的小的结构啊，这样感觉这个水口会更丰富，给人感觉是水从远处流过来，不是说直的流过来的，是蜿蜒崎岖呀，转了好多弯才流过来的。
我们画这个远处这个小树的时候啊，我们树林的时候要用淡墨，横点啊。我们要这个也有讲这个横点，大横点、小横点、大横点、小横点，要用特别淡的墨啊，稍微的点一下，让那个墨呢是上面是重的啊，稍微重一点，下边哎稍微的虚一点，这样感觉就是远处的丛林，把这种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样感觉呢，就是说水是从远处的山上流下来，哎，流到这，然后形成一个小的瀑布，再流下来，流到我们离我们比较近的啊。这个画水的时候要交代一下水的来龙去脉，知道水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要交代一下。我们要先画这个近处的这个小溪，的时候啊，注意一下怎么呢？它这个水啊，它不是直的流下来的。我们遇到这个水里面的石头呢，它会要这个转折呀、层叠呀，它会有个变化。我们先有那个有近处的啊，近处的我们要处理一下，一层一层的往后边处理这个水面啊。我们先画那个山石，这个水里面的山石，它是有变化的啊，有大小的变化。然后处理第二层的，这是第一层的啊，我们要处理第二层的，我们要有个变化，有大的石头，也有小的石头啊。我们这个水呢是用这个山石把它挤出来，因为水是白的。看我们用墨啊，也是调好了，调好了以后，我们稍微的调一下，然后用这个湿笔纸啊，稍微的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我们要沿着这个你留的这个水口的位置啊，我们水要进行这个处理去。这是往左的，往左的，然后下边水呢往右，它流动啊还有变化啊，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画这个水里的石头的时候啊，不要画的特别齐啊，稍微它都有个这个层次的变化。因为这个水里边石头啊，它有的是水在那个石头上面漫过去的，有的是在水下边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山石啊也有变化。看，这是下边这一层呢，是把那个水是往右边流的，
上面呢，第二层呢，我们是往左。我们画山石的时候啊，要用侧锋，因为这个山石啊，因为在水里边的山石啊，我们稍微的让它墨色稍微重一点，我们不用勾这个太详细的结构。都用侧锋，把那个毛笔啊，就是说在这个盘子的一边啊，我们把它刮一下，刮成它这个扁的，北尖的部分是扁的。我们来画这个水面啊，画这个水流。我们画水流，画山石，画水流。我们也是啊，越往那个远处的位置，我们山石的墨色呀是要稍微淡一点，就不要太重了。我们画这个远处这个瀑布的时候啊，我们也用这个侧锋。我用侧锋啊，用侧锋一笔勾下来，稍微的啊，稍微这个不要太湿了啊，稍微的用这个湿笔纸，我们试一下，哎，一看它不阴，这是最好的啊，一下勾下来。然后呢，两边的这个瀑布的时候啊，勾线的时候，我们稍微的有点变化，怎么变呢？大家看一下，我用笔啊，稍微的抖着，就是多有点抖，哎，就这样抖了一下，点出来，就代表这个瀑布里边适应时间的这个小石头的感觉啊。然后可以加一点小的山石，不要太重，哎，稍微淡淡的加一点小的山石，越远这山石的墨色越淡。我们这个山勾好了，然后呢，我们可以为什么山水画就是说历代这个都喜欢这个画山水画呢？就因为这个山水画是可望、可游、可居、可观。
我们建好了这个，我们这个画好了这个整体的，我们可以画一点点景的东西。你可以画一点点景的。我们要看那个瀑布怎么看呢？哎，我们真正上这个山顶的位置啊，我们可以在山顶的位置，我们可以建一个小亭子，在亭子我们可以看那个瀑布啊，看远山呐、看水啊，都可以。我们可以在山顶的位置画一个小的亭子。下面水里的石头太多，也不多。你看我们老讲嘛，山路18弯，水路9连环，是不是？那它就是吸水的话，里边它就是石头比较多一些，然后那个水流比较这个急啊。这样的话就显得我们这个水路它的这种九曲连环的这种连续性更好一些。那当然了，如果朋友们说我喜欢这种平缓的小溪，那就可以把石头画的少一点啊。小亭子，我们可以盖一个小亭子。栏杆我们可以画上栏杆，下边可以有平台。对，再次说的也对。你看，我们到瀑布那儿，它就是被阻碍的，它就少，它就形成了瀑布。溪流的地方，它就是石头比较多，所以呢，这个你看你要显示来，你看老师画的那个石头，它是一层一层往下这样叠过来的，你就能看出来它这个水路啊9连环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它是层层这样啊，一层一层向下的这种感觉。我们要稍微的把这个山石稍微的皴染一遍啊，稍微皴染一遍。
我们也靠近那个水的位置啊，我们墨色稍微重一点，稍微的重一点。因为靠近水的位置啊，山石靠近水的位置，它比较潮湿，所以说这个比较叫它稍微的墨重一点，稍微重一点。我们远处的这个山也稍微的加一点点。我们要把这个云的位置啊，要留出来，稍微的留出来。欢迎出发胡蓉啊，欢迎我们的新同学们。稍微的都把云的位置啊，稍微的用这个淡墨干笔啊，大家看一下，就是淡墨干笔稍微的擦一下，擦出这个云的位置，稍微擦出云的位置。我们待会儿染云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留白的位置，我们还要稍微的在留白的位置，我们要加一些淡墨，去稍微渲染一下啊，稍微渲染。因为我们画的是这一幅小品画的是秋天的啊，所以说用墨呀、用笔啊，稍微的都干一点。大家看一下这石头啊，什么感觉？都是说看的比较干、比较硬这种感觉。稍微这个远处的这个瀑布啊，靠近水口的位置，我们稍微的再加一点淡墨，让它这个瀑布啊更明显一点，这样更明显。它就利用这个黑白的对比啊，两面的墨色越重，我们这个瀑布呢就越亮。我们下边那个要虚一点，因为我们下面水那个流到下面的时候要有水汽，要有水汽，所以说下面都是虚的啊，瀑布下面都是虚的。还有靠近水的部分，还有这个山脚的部分，我们稍微的都要用这个淡墨啊，稍微的渲染一下。
我们经常说这个勾皴擦染点，这个我们画山石的时候都是按那种这4个步骤来的啊。水的部分，我们稍微的也要加一下。墨稿它很重要啊，朋友们。老师把墨稿画完以后，我们上色就很快了。所以大家在画墨稿的时候别着急，因为墨稿它体现了很多的一些线条啊、皴法啊，是不是？你如果墨稿画的不好，画的粗糙了，那我们到时候上色的时候，它就整体的看上去不漂亮，没有细节处理了啊。画完墨稿以后，老师上色的时候它就非常快了。谢谢朋友们送出的粉丝灯牌。我墨稿要画好、画足，把墨色上足，然后上颜色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容易，然后你这个画面的结构啊，画面的这个可观度啊，就会很好。基本上墨稿。我们等一下要上色了，是不是？对。来，老师再给大家去讲一下小溪，我去把这个朋友们要记住啊，墨稿一定要等它干了再去上色啊。我现在去吹一吹风，老师给大家再讲一讲一个分解啊，给大家吹干一下啊。来画一下这个瀑布水口的画法啊。我们画这个水的时候啊，它因为山石是硬的，水是柔的，所以说这个画山石这个瀑布水口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用笔和用墨的区别啊。比如画一个水口吧，这山石，我们画山石的时候啊，用笔啊要大胆，然后用墨呢稍微重一点。山石，看线条呢稍微的粗一点，稍微粗一点啊。稍微粗一点，然后呢，我们要画这个溪口的小石头，看有大的啊，我们要画山石，有大的有小的，它有个变化啊，有大有小，它稍微的有个变化。然后呢，我们要画这个水的时候啊，稍微的墨色要淡一点，稍微淡一点。稍微的淡一点，我们画出水的流向。我们水呢，有的从山石上面流过去，有的从下面流过去。你看，这种水啊，是从山石的上面我们流下来了。这个水呢，是从下面流出来。用墨呢，稍微要淡一点。这是比较淡一点的墨。我们那个秋景啊，以这个赭石红色为主的啊，所以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画这个赭石。
然后有珠标，这里边这是珠标赭石。我们先染那个树的部分啊，树干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赭石，淡一点的赭石，可以加一点花青，让那个赭石不用那么跳，柔和一点了就。我们染树干的部分啊，用赭石加花青，稍微的复勾一下啊，稍微的复勾一下，顺那个我们树干的位置啊，小枝的部分我们要复勾一下啊，这个夹叶也要复勾一下。我们如果夹叶是红色的话，我们要用赭石稍微打一下底，或者用珠标都可以。我们只要是树枝的部分，我们用赭石稍微的复勾一下，稍微的复勾一下，颜色不要太重啊，稍微的淡一点，可以再稍微的加一点花青，用赭石加的花青啊，这样的赭石稍微的稳一点，因为赭石那个单颜色上的话，它比较燥。稍微的染一下，然后呢，我们要染那个夹叶的部分啊，红叶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赭石，纯赭石啊，我们要薄薄的染一遍底色啊，因为染那个赭石以后，我们还要上面加这个加珠标或者朱砂。我们现在点叶的部分啊，我们用花青加淡墨啊，花青加淡墨调的这种叫墨青色，
我们要点前面的这个点液的部分啊。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水分稍微的多一点，稍微多一点。这个因为那个颜色水分多，它点出的上头颜色呢就润，不容易干，所以我们稍微的水分稍微多一点，这样的颜色出来了漂亮，然后又透亮。有的上颜色，有的同学上颜色啊，就是说颜色特别厚，给人感觉呀，就是说颜色出来了，就是整个画面啊，给人就是说不是特别清新的感觉啊，就是说颜色上的一遍上的太厚了，没法再调整。所以说我们上颜色的时候薄薄的上，随时调整。这个画面啊，给人感觉亮丽透，这种画呢是给人感觉是最舒服的啊。这树的部分，下面呢，这是一组这个红的树，我们可以稍微的染一点柱标。然后我们染这个前面的时候的，前面树的时候啊，要把这个高光的部分留出来，然后我们暗的部分稍微颜色重一点，高光的部分颜色稍微的淡一点，让它有个过渡啊，颜色有个过渡，一个深浅的过渡。山石，山石呢还是以赭石为主啊，我们还是以赭石为主。赭石，稍微的加一点花青，因为纯那个单数的赭石啊，它有点太干燥，所以说我们稍微的加一点花青进去，不要加太多啊，一点点花青进去，让它颜色比较柔和，这样。我们染山石亮的部分啊，山石亮的部分。薄薄的上，颜色轻轻的亮的部分。这边也是亮的部分。像这样的颜色啊，大家看一下这赭石里面稍微加一点花青，它的颜色呢就比较稳了，就不像那么燥，也不跳了。然后花青稍微多一点，花青稍微多一点，我们染山石暗的部分。
让它那个和前面的颜色呀有个融合。稍微多一点花青，还是用这个赭石啊，稍微染到山石暗的部分。我们让这个颜色的时候要注意，根据这个你所要表现的场景去这个染色。我们春天的颜色呢以嫩绿为主，夏天呢以花青为主，就稍微水气大的，给人感觉就是以花青为主。到秋天呢，我们以赭石、朱标为主，都有个色调啊。我们四季画的时候都有色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以白色为主，都有个主色调。稍微的花青这赭石多一点，我们要染山石亮的部分啊，赭石也稍微多一点，染山石亮的部分，稍微亮一点。然后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花青，稍微加一点花青，染暗的部分。暗的部分。我们染云和水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染云的部分，我们要湿染，就是说染云有湿染法。我们要把云的部分啊，用清水，还有瀑布的地方啊，画水和瀑布的地方，我们要清水，轻轻的湿一下，这样虚出的云呢比较自然。还有水的部分，我们也要湿一下啊，稍微湿一下，稍微湿一下。还有我们只要有雾有云的地方，我们要处理云和雾的地方，我们都要轻轻的稍微湿一下，这样我们染云的时候啊，这个云气啊比较好处理。然后用花青，我用花青胭脂，用花青和胭脂，调一种稍微发一点紫的颜色啊。我们染云啊，染云的位置，染云的位置。
我们用这个颜色的时候啊，用笔用颜色的时候啊，一定要淡一点，稍微的干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所有染匀的地方啊，我们都是已经喷了清水啊，我们刚才用清水轻轻的扫了一遍，所以说你要上颜色的时候啊，这时候颜色不要太湿。花青，这用花青调的啊，花青和这个胭脂调的。我们水汽啊，我们瀑布下面的水汽啊，也是用这种花青加胭脂调出来的。这样染成的云呢，比较自然。以前呢，这古人用勾云法，就是说用线条勾大墨勾出那个云的走向。现代人呢都是以就是说湿染法染云，把云的这个雾气啊这种动态啊，用这个湿染法比较好处理，比较自然。远处的我们这个丛树呢，就是远处的这个丛林，用花青可以用花青加一点的淡墨，稍微加一点淡墨。我们染一下丛林，远处的丛林，它也是在那个云雾中，所以说我们要注意把这个云气流出来。稍微的下边流出云，因为我们靠近水的位置啊，都是湿气比较重，所以都要有水汽，就是给人水汽蒸笼的感觉啊。水口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赭石，稍微加点赭石，我们染水口的位置。稍微的加一点赭石，为染水。染水呢，我们主要是花青啊，主要以花青为主。花青不要太多的颜色，也是花青加一些淡墨，加点淡墨，轻轻的顺着你就是我们留白的位置啊，我们留白的位置。就是淡墨的啊，我们擦这个水淡墨的位置，我们轻轻的染一下，就用花青加淡墨啊，染一下，还要留出呢，留出我们上面就是浪花白的位置啊。颜色不要涂满，要有留白。就是我们用淡墨复勾的地方啊，
我们再用颜色，这个花青加淡墨，稍微的再敷染一遍。稍微的染一下。因为我们那个画墨稿的时候，已经水处理的特别清晰了，所以说我们颜色上的时候，就按你这个墨上的位置，稍微的上一点颜色，这个小溪就出来了。我们山石呢，可以用，也是用花青啊，花青加淡墨，染那个水中的这个石头啊，可以稍微染一点。靠近水的位置，我们山石靠近水的位置，也用花青加淡墨，稍微的加染一遍。就是靠近水的位置，它因为是潮嘛，所以说花青稍微多一点。花青稍微多一点。这样的水口呢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画一组远山。因为是画的秋景，我们可以用赭石、朱标啊，赭石、朱标，直接这个虚出一个远山来啊，远山我们用赭石、朱标。清水也在北尖的位置啊，我们蘸颜色。也是一个远山，因为我们画的是秋景啊，可以用赭石或朱标画一个稍微红色一点的，代表秋天的啊远山。我们可以用淡水轻轻的虚一下，把那个远山虚下来。
可以画稍微在这个山顶的位置啊，稍微用猪标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我们不够的颜色啊，不够的颜色，你们稍微的可以再加，因为我们上的颜色比较淡啊，所以说随时可以调整。觉得颜色不够啊，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用赭石、猪标，还是在山石亮的部分啊，我们稍微的提一点，稍微的提一点。稍微就是把这个亮的部分，我们让它更亮。我们可以稍微的都把这颜色稍微加一点，因为我们上颜色啊，第一遍上的比较淡，所以随时啊可以调整，可以再加，不够的我们可以再加。所以说一再强调，不要说上颜色一遍就上的特别特别重，这样我们想调整就没法调整。但是我们上的比较淡呢，就可以随时调整。一看颜色不够，哎，我们可以再加。赭石、猪标，稍微把这个亮的部分，我们稍微都加一下。稍微都加一下。我们远处的瀑布也是用花青、大墨稍微的复勾一下，还是在这个墨线的部分复勾啊，不要在那个要把白留出来，留出白的位置啊，轻轻的哎上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上的太重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赭石我们打底的位置啊，我们用猪标，因为这个我们用赭石打底，这个上颜色的时候啊，加叶树的时候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有打底的颜色。我们要上猪标朱砂的颜色呢，就是用那个赭石打底。必须要有底色啊！这个尤其加叶树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有底色。我们要画秋景的时候啊，以黄色、黄叶啊、红叶为主，所以说下面都要有底色。我们那个这个猪标朱砂呢，是以赭石打底。我们要这个画那个绿的颜色呢，就是用那个草绿啊、真绿打底，上三青啊，上三绿。我们要上蓝色的呢，是用那个太青蓝和花青打底，都要有底色。
就我们这个看赭石，我们所有赭石打底的啊，这叶子上都要再那个覆盖一层珠标。珠标的颜色，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填满啊，要把这个赭石打底的这个叶子上面啊，要把珠标填满。我们点这个点色的时候啊，稍微这个颜色可以厚一点。稍微颜色稍微厚一点。前面的位置，这个左下角这棵树啊，我们也可以再稍微加一点。也是不要上的太重啊，也要薄薄的颜色。稍微的晕染一下，因为现在它这个画面是湿的啊，我们稍微的趁湿晕染一下。亭子我们也是以赭石啊，赭石为主。复勾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亭子的柱子可以用赭石复勾，然后我们的亭子不要上太亮的颜色啊，不要上太亮的颜色，就是赭石就可以。这个雾啊，这个云是用那个胭脂配的花青，我们可以不够的颜色啊，我们可以再上。只要上颜色上的比较淡呢，我们可以随时调整，不是说一下上的太重，我们调整不过来，得稍微的薄薄的上，随时能调整。我们可以不够了，我们再加一遍；不够了，我们再加一遍。好的画啊，就是说好的画给人感觉就是说这个画特别润，给人感觉是那个墨气淋漓、湿气淋漓的，就是这个颜色和墨，上够了，就画够了，这种效果就出来了。那我们都是一点点的颜色啊，都是特别淡的颜色啊上的，没有很重的颜色，除了这个我们加叶的部分啊，我们上的颜色比较重。
但山石的部分我们上的都比较淡。我们那个中国画的水墨画就是以这个表现水墨这个技巧的，浓淡墨呀，这个线条的变化，浓淡墨的变化，颜色呀只是辅助的。我们上颜的时候上颜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墨给这个掩盖住。对对对，我们这棵嘉叶树啊，是那个用赭石打的底，叶子用赭石打的底，然后上面那个覆盖的是朱标。那个点叶的树的呢，是用花青淡墨就可以了，花青调淡墨，就是说调成那种墨青色就可以了。基本上我看看，花青颜色就是这个树上点2个红点就可以了。好了，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啊！大家下午好。那我们继续分享啊。这个是老师昨天画的，昨天下午的一幅作品还没有画完，咱们接下来老师会把这个作品再完善一下。大家来得早的朋友先点点小赞赞可以啊。这是这个我们昨天画的一幅这个秋景的啊，秋山红叶的构图。因为昨天那个没有干，今天呢，我们在把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我们稍微的完善一下。山上的点、拍点，还有小树，我们都昨天因为这个画面太湿，我们一直没有点，我们今天把它完善一下。这是昨天的啊，这昨天的这个完成的一幅秋山红叶这个秋天的构图啊。我们那个画完了以后，我们该加点的地方，我们稍微的要加一点拍点，就是稍微的醒一下，就是在原有的画面上稍微醒一下，就是提精神的意思啊。提精神的意思。哎，在树根的部分，我们稍微的点一些小的拍点，稍微点一些小的拍点，山上面都可以。
点一些小的胎点，让这个山石呢，这样更丰富。就感觉这个山上啊，草木挺丰，挺那个茂盛的。稍微点一点胎点，山上都可以点一点，这样感觉那个我们山的画面啊，就不那么单调了。稍微的都点一下，这样我们山上一看就是草木挺茂盛的，这样画面也就丰富。然后我们可以在胎点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颜色，我们树木都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胎点。稍微的加一点，可以在这个远山的上面，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小树，这样这是小的树木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朱砂，这是朱砂，然后加一点朱标，我们调一种红色啊，我们点山上的胎点，稍微的加一点朱砂、朱标，调一下红色。我们可以加在这个刚才胎点的部分。老师一会儿把这点完了，咱们就马上画另一幅啊。稍微的在山上加一点红的胎点，这样画面啊，感觉秋天的感觉更浓一点。稍微的加一点朱标、朱砂，这样感觉满山红叶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可以在这个山的末重的地方啊，我们点在末重的地方，这样那个胎点啊，这个点的红色会衬得特别亮。这样在有胎点的地方，我们加一点红色。
你可以不够，我们可以再加一遍，稍微再加一遍就可以了。不够的颜色，我们因为上的浅的颜色，我们可以再加深一下，提一下更亮一点。好的，我们这幅完成。